6翼与冰凤携带符箓，成为引诱真仙的活饵。当马良踏入空荡荡的地下世界时，不由冷笑，却不知自己正被一步步引向那片特意为他准备的死煞之气最为浓烈的终极战场。咱们书接上回，任凭古龙身上雷鸣震天，拼命的张牙舞爪，却无法摆脱这些触手分毫。站在古龙头颅上的假臀族老者心中一冷，但马上一声低喝，一张口，数团精血一下化为血雾，喷到了古龙身上。顿时古龙空中一声龙吟传出，身躯一下在电弧包裹中疯狂长大，顷刻间就摇头摆尾的化为了1000余丈之巨，竟要凭借庞大体型硬生生的挣破身上血色触手。但让老者心中一沉的事情出现，10几条血色触手竟随着古龙体型长大，同样为之狂长不断，竟如枯骨之躯般的始终缠绕在古龙身上，并最终一闪后化为滚滚血河的将古龙精彻底围困在了其中。假臀族老者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神念在稍稍扫过空中洗印中蕴含的庞然法则之力，脸上更不禁隐约带上了一丝恐惧之意。心中一横，老者咬了咬牙，暗自决定今日无论如何都无法脱身，只能好好领教一下对方的仙界秘术。随即便单手一拍头颅，天灵盖竟一闪自行打开，一股梵音从其头颅内传出，一个和老者面容一般无二的小人从中飞了出来。这小人和老者本体不同，身着一件金灿灿的甲衣，一手提着一杆赤红长枪，一手捏着一口白骨小钟，头颅后还赫然另有一张狰狞异常的鬼脸。小人刚一飞出，身躯便猛地一扭，身形模糊间幻化出10几个一般无二的小人虚影。这些小人虚影同时将手中的赤红长枪往高空一举，顿时10几条赤焰滚滚涌出，朝着同一处凝聚后，化作了一条生有10几颗头颅的庞然火蟒。火蟒的所有头颅齐齐扬手嘶鸣一声，随即朝着空中的巨大喜印虚影猛扑而去。与此同时，这些小人虚影另一只手中的白骨小钟也尽数抛飞而出，小钟迎风长大，化作丈许大小，轻轻一晃后，清脆的钟鸣之声便遍布了整个空中。马良五指一松，手中那具如同死物般的假臀族老者尸体从高空坠落，他口中冷笑着，心中暗道此事倒是有些意思，没想到这丰原大陆上竟有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还召集了大量强者共同对付自己。他忆起当初在血天大陆被自己斩杀炼化精魂的那一名强者，似乎便是赫连商盟的人。既然此盟之人如此不知死活，那他便直接找上门去，先将这赫连商盟覆灭再说。一旁的杨璐见真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收拾掉了一名实力不在自己之下的强者，心中再不敢有丝毫其他心思，只是恭敬地提醒马良，赫连商盟的实力的确不弱，整体实力甚至不在脚赤足之下，让主人行事多加当心。马良沉吟片刻，不慌不忙地回应，称这赫连商盟的实力越强，反倒越适合做那杀鸡儆猴的靶子，否则真等他们召集了此大陆的各路强者，自己虽说不惧，却也不想因此耽误了正事。只是在动手覆灭商盟之前，他还需要先用秘术探测一番，确认自己此行要找寻的目标是否就在这丰原大陆之上。杨璐想也不想便应声，表示请主人尽管施法，属下定会做好护法的事情。马良点了点头，淡淡吩咐，那便在前面找一处地方来做此事吧。于是二人当即催动遁光，一同直奔前方的巨型山脉激射而去。数个时辰后，在山脉中心处的一座巨大山峰之巅，黑袍青年双目紧闭地盘坐在地上，身前一颗黑白金球滴溜溜转动不停，一张血红鬼脸正从金球上徐徐浮现。马良伸出一根手指，对着金球轻轻一点，当即那鬼脸面上便现出凝色，双目死死盯住了某个方向，下一刻便喷出一颗血蒙蒙的光球，这光球只是一闪，便无声无息地没入了黑袍青年的眉宇之间。马良双目陡然睁开，脸上露出一丝意外之色，心中冷哼，果然那两个家伙也跑到了这丰原大陆来。他留意到那二人所处的方向似乎和赫连商盟的所在极其相近，不禁暗自疑惑，难道那两人就躲在赫连商盟之中？站在一旁的杨璐眼珠滴溜溜一转，急忙应声回禀，称既然商盟之人打算对主人图谋不轨，那的确有可能庇护那两个对主人不敬的小辈。马良心中冷笑，暗道若是如此反倒正好，能将这些人全都一起解决了。他冷笑一声，随即一张口，噗的一声将金球和鬼脸化作一团黑白之气吸入了腹中。紧接着他神色一凝，一手往头顶处一拍，顿时一阵金光缭绕，一个散发着五色光霞的光蒙蒙小人便凭空浮现在了空中。此小人和马良面容一般无二，但身躯晶莹剔透，竟仿佛琉璃躯体一般，一只小手只是虚空一招，当即一道金色符箓从体内一卷而出，在附近处一阵盘旋飞舞。琉璃小人神色肃然，两手一掐诀后，食指当即车轮般的冲金色符箓连塔而去。此符箓一声嗡鸣，一个灰白色虚影从中一冒而出。这虚影看似是一个面容俊美异常的青年，但是双目无神，只是静静悬浮在虚空处，并且身体中隐约有一条黑白光带和符箓相连。急！琉璃小人一声低喝，说中法诀一顿，体表五色霞光一阵疯狂流转不定。俊美青年虚影则一阵模糊后，忽然双目有神的朝某个方向飞扑而去，
但只是飞出去100余丈后，就被那黑白光带狠狠一拉而住。哈哈，终于找到了此次下界的目标，看来用不了多久就可轻易返回仙界。琉璃小人脸上喜色一现，忍不住的大笑起来。接着，小人手中法诀一变，自身和金色符箓以及俊美男子虚影全都一闪的消失不见。下方，马良本体双目则满是兴奋之意的一睁而开，能如此轻松借一丝残魂感应到目标所在，这实在是大出乎其预料之外的事情。恭喜主人，那我们下面是先去找主人此行目标，还是先去那鹤莲商盟？杨璐也忙满脸笑容的说道。既然知道了我此行目标的准确位置，倒不用担心其会跑掉的事情了，还是先解决掉鹤莲商盟这些跟我作对的家伙，反正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的。我那万灵血洗还正缺少几场盛大血祭，才能正式祭炼完成的。马良略一沉吟后，就面现一丝狰狞的说道。杨璐闻言，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于是二者顿光一起，奔某个方向疾驶而去。而就在先前马良动用那张金符感应目标的时候，在灵族灵域的禁地中，一座体表泛着丝丝蓝芒的千余丈冰封下方，一名被一道道符链捆束的俊美青年，正双目紧闭的陷入昏迷之中。忽然间，其眉宇间处的金色灵纹骤然间闪了一下，被眼皮覆盖的眼珠似乎也不经意的动了一下。砰的一声，俊美青年面前波动一起，一个尺许高的白袍小人在冰封中一闪现而出，满脸紧张的往附近处扫视不定，最后目光一闪的落在了俊美青年的脸孔上。半晌后，白袍小人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脸上惊疑之色并未去掉，反而略一沉吟后，单手一掐诀，口中无声的动了几下。结果片刻功夫后，一道白虹从远处激射而来，一个闪动后，一名面容和小人一般的白袍老者无声的出现在了冰封前。白袍老者神色凝重的询问小人，出了什么事情，为何要召唤他过来？小人正色回应称，刚才似乎出现了一些异常，但他检查过附近禁制，并无任何发现，继而询问白袍老者在外面可曾察觉什么。白袍老者有些意外的回道，外面并无任何事端，他一直守在入口处，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可能毫无感应。小人却眉头紧皱的追问，既然一切无事，那刚才的异动从何而来？他明明已经被他们彻底封印住，连神念都不可能有一丝妄动。白袍老者闻言也不敢大意，沉吟着表示，如此说来的确有些怪。小人目光闪动几下后，忽然问及最近外界可有什么大事发生。白袍老者一捻胡须，十分肯定地回道，并无大事。自魔族被打退之后，附近区域除了人族势力有些增长之外，其余一切如常。这位灵王虽然实力非凡，在灵界却极其低调。鹤莲商盟在不知其真正深浅的情况下，自然未曾将其列入联手之列，更不会将仙人出现之事告知于他。小人神色微微一松，轻吐一口气，表示那可能是自己多心了。他打算再检查一遍禁制，若确无异常，便应只是一个巧合。白袍老者想了想，为小心起见，决定近期将外界的守卫再增加1倍，以防万一。小人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单手一掐诀，身躯砰的一声自爆而开，化为点点白光，在冰封中凭空消散。而白袍老者则脸色阴晴不定的在原地再低手想了一会儿后，觉得真没有什么漏洞后，就摇摇头的顿光一起，化为一道白虹的破空离去。鹤莲商盟大厅中，端坐椅子上的明尊脸色大变，冲身前一名不起眼的中年男子厉声追问，是否真有那疑似血祭凶魔之人已来到丰原大陆，并正向本盟所在赶来，距离这里只剩约半月路程。男子躬身肃然回禀，确实如此，而且甲屯族第一太上长老也已被其斩杀。他们是在确认了此信息，并结合对方的形貌描述后，才敢断定来人就是那血祭凶魔。明尊从椅子上豁然站起，脸色阴晴不定的喝问：甲屯族领地距此并不近，为何直到现在才得到消息？男子苦笑着解释，那血祭凶魔行动极其诡异迅速，若非其借用某处传送阵时被本盟弟子偶然认出，恐怕至今仍无法获知其已进入丰原大陆的消息。明尊又追问，关于凶魔直奔本盟而来的消息，是否也已确认？男子迟疑了一下，随即十分肯定地回道，应当无误。按照对方行进的路线，一路上除了本盟之外，前方并无其他大型事。他不禁疑惑，这凶魔如此行事，难道是已经知晓本盟正在召集强者对付他的事？明尊眉头紧锁，沉思片刻后，阴沉地表示，此事确实很可能已经外泄，源头多半出在甲屯族那位第一太上长老身上。他当初也曾向其发出相关邀请，如今此人既已陨落于凶魔之手，恐怕已遭搜魂，否则难以解释凶魔眼下的举动。男子闻言不禁惶恐，询问如今该如何是好。虽然已知凶魔正朝此处而来，但要在半个月内召集各方强者绝对来不及，谁也没料到这凶魔竟会直接针对本盟。明尊却镇定地表示不必慌乱，既然眼下无法力敌，唯有让本盟化整为零，暂时退避，以便为召集本大陆强者争取时间。男子听闻暂时退避之言，微微一怔。明尊平静地解释道，本盟与其他族群势力不同，并无庞大人口与固定领地，只要将所有人手由明转暗，他不信那凶魔真能奈何得了本盟。男子恍然大悟，大喜过望，当即表示这就去安排撤离事宜。
明尊却叫住他，吩咐除了撤离之事，还需立刻传讯给事先约好的各族强者，令他们全部前往明煞之地的天外天集合。那里死煞之气浓重无比，正适合用来召唤本盟供奉的那几头上古真灵。男子仍有迟疑，认为那里虽是与凶魔对战的最佳地点，但对方是否会老老实实前往那里呢？明尊冷笑一声，表示自己将6亿2人请到盟中，正是为了用在此时。男子彻底明白过来，钦佩的躬身一礼后，当即退出了大厅。明尊来回踱走了几步后，还是坐回了位子上，但满脸神色变化不定的在思量着什么。人族元和岛清源宫中，韩立正盘坐一块蒲团上，看着手中托着的一团紫金色雷团。此雷团不过拳头大小，但只见电光微微闪动，却无声无息，听不到任何雷鸣轰响之声，看起来着实是诡异万分。韩立凝望紫金色雷球一会儿后，忽然手腕一抖，将其一抛而出，轰的一声，雷球方一飞出数丈远去，就立刻化为一团电光的爆裂而开。一根根紫金电丝飞溅缭绕，竟让其中心处却凭空现出一个灰白色的孔洞来，只有鸡蛋般大小，但从中传出一缕淡淡的空间波动，果然可以直接破碎虚空。这提纯后的辟邪神雷威力之强硬，还在原先预料之上。韩立喃喃两句，嘴角露出一丝喜色来。就在这时，其袖中忽传来嗡嗡之声。韩立先是一怔，但马上脸色一凝的想起了什么，袖子顺势一抖，灵光一闪，一张青色符箓从袖口中飞卷而出，一个晃动后，立刻有一枚枚青色文字从上面四散飞出，并滴溜溜一转后，就排成了数行密密麻麻的文字。韩立只是凝神看了这些青色文字2眼，脸色就微微一变起来。果然，这名真仙还真踏上了风原大陆。如此的话，这一趟不去也不行了。若能在不波及人族情况下将他镇压或驱逐出灵界，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韩立心中默默想着，当即不再迟疑什么，一根手指冲空中这些青色文字虚空一点，并飞快滑动了几下。当即这些青文一个模糊，赫然一变的幻化成另外一段文字，并也纷纷没入青色符箓中，就此消隐的无影无踪。韩立见此情形，才单手一招的将符箓一收而起后，随之站起身来，向密室外走去。半个时辰后，清源宫中大殿中，韩立已经端坐主位之上，向众人交代着一些事情。南宫婉坐在韩立一侧处，看似平静的脸孔，却隐有一丝担心之色。海大少、蓝燕等弟子则一脸恭敬地站在旁边，而原本闭关的银月竟也出现在了南宫婉下手处，并且神色平静异常。总之，我此行颇有些凶险，虽然对自保颇有些自信，但有些事情还不得不先交代一番。我不在的期间，宫中一切具体事情先由婉儿处理，月天和其他只是辅助一下。银月身处修炼关键时候，只要专心闭关修炼即可。另外，我若真出了什么意外，短时间无法返回清源宫的话，你们就共同激发此枚符箓即可。我在里面另留下了一些吩咐，你们只要按照上面的去做就行了。韩立最后说道，手掌一个翻转，手心顿时多出一道紫金色符箓，表面还隐约有丝丝紫金电光闪动不已。韩立只是一个去字出口，手中符箓就立刻化为一道紫金雷光的往大殿上一根大梁弹射而出。一声轰鸣后，雷光就化为一个紫金色灵纹的，深深嵌入大梁表面数寸之深，边缘处整齐异常，仿佛原本就铭印在上面一般。海大少等弟子自然毫无意见，南宫婉和银月则互望一眼后，也均都默然的点了点头。第二日一早，韩立就孤身一人驾驭遁光的离开了元和岛，直奔天元城所在方向疾驰而去。类似的一幕在风原大陆的一些族群中发生着，这些族群中被誉为一族靠山的大成强者，在接到同样的传讯，并在各自一番不同缘由考虑后，大都选择了立刻往那明煞之地的天外天而去。甚至有些自持强大过人的大成强者，在踏上路途的时候，还满心的兴奋之情。毕竟能斩杀或镇压一名活生生仙人的事情，可并不是随便可以碰到的事情。若是运气不错的话，他们说不定还能从这名仙人身上得到一份逆天的机缘。10几天后，赫连商盟总部所在的地下世界上空，2道人影高高悬挂于虚空之中，其中的黑袍青年看着下方空空全无一人的各种建筑，脸色难看异常。这地下世界早已被其庞大神念扫过数遍，不要说人影，就连飞虫都无法找到一只，仿佛生活在此处生灵全都凭空蒸发掉了一般。至于布置在地下世界的那些禁制法阵，也早已被人拆了个干干净净。那些原本应该是商盟重地的建筑中，更是连一块灵石都未曾留下来。主人，看来赫连商盟之人早就得到了消息，竟抢先一步从此撤离掉。杨璐在旁边恭敬地说道，心中对眼前的结果也是大感意外。以赫连商盟的名气，竟会不战而撤，这实在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马良略一思量后，冷哼一声道，对方倒是不笨，知道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对抗自己，跑得倒是挺快。他转念表示，跑就跑掉算了，直接去找那2个小辈便是。他们身上有自己种下的神魂印记，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无法逃脱掌控。他继而冷笑着推测，追到他们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意外之喜。杨璐闻言，一下有几分恍然起来，询问主人的意思是，
马良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具体意思，只是打了个哈欠后，脸上厉色一闪而现，并提到上一次也有人用这2个小辈做诱饵，而他们的下场可没好到哪里去。看来现在有人打算故技重施了。杨璐垂手应道，表示自己明白，一切依主人的意思行事。马良森然地说道：“走吧，那2个小辈修为不算什么，但一身遁术倒是颇为不凡，追上他们可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不过他们的真元也应该被消耗的差不多了，纵然有些灵药，短时间内也别想能恢复多少。这一次被自己追上后，他们绝对逃不掉。”接着他单手一掐诀，身下七色云雾一聚，就将其一包的冲天起。杨璐见此情形，也化为一道惊鸿的慌忙追去。同一时间，六义和冰凤2人正身处不知多远处的一座鹤莲商盟据点中，神色凝重地听明尊叮嘱着一些事情。明尊神色郑重地表示，凭借这艘离风神舟，外加这几枚符箓，即使那名真仙神通再逆天，也休想在短时间内追上他们。他继而说明，本盟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需带着对方兜一个大圈子，并于3个月后将其准时引至明煞之地的天外天处，便算立下大功。六义冷冷地回应，质疑所谓的大功对自己有何用处，并提醒明尊不要忘记答应他的事情。实际上，在得到明尊所承诺的那些宝物后，他对于将马良引至指定地点已颇有几分把握。若非如此，他也不会明知自己被当作诱饵，却依然顺从安排。明尊微笑表示，请六义放心，关于韩道友那边，他自会出面说情，确保1000年之内韩立绝不找六义的任何麻烦。他自信这点面子，韩道友还是会给的。而对于冰凤道友所需求的几样东西，明尊坦言商盟此刻无法全部拿出，但事后定会尽全力为他搜集齐全。冰凤闻言苦笑一声，表示只要前辈尽力即可。六义则神色稍缓，提出若明尊没有其他嘱咐，他们此刻便要出发了。他估算以对方的速度，恐怕1、2日内便会寻至此地。明尊点头应允，郑重地表示，既然如此，便请2位道友即刻行动。这个据点，商盟也将予以放弃。于是半个时辰后，外面天空闷声一响，一艘青蒙蒙、琥珀般飞舟浮现而出，并一颤之后化为一道青红的破空离去。接下来的时间，这据点中又有上百道遁光一齐飞射而出，一阵盘旋后，分成数队的朝不同方向激射而去。2日后，一团七色云团凭空出现了据点上空，略一逗留后，一声冷哼从中传出，随之银光一闪，一道粗大雷柱从中一喷而下。只见雷光轰鸣间，整个据点瞬间化为了灰烬。七色云团则一个模糊后，风驰电掣般的离开了这。大半个月后，一个轰动整个大陆的事情发生了。号称风原大陆幻术天赋第一的族群细河族主城，竟被人用10几条无边血河困住，里面居住的千万细河族之人，全都被那血河炼化成血水。只有原本镇守主城的2名大城长老事先收到了消息，早走了一步，才免遭同样厄运。如此一来，有关血祭凶魔的传闻才在风原大陆正式传散开来。不少离细河族较近的中小族群一收到此消息，个个大感惊恐，纷纷派人来核实此传闻的真实。而同一时间，10几名风原大陆的最强者却已经借助商盟各地传送法阵，外加日夜赶路，开始前后不一地聚集到了明煞之地来。这就是明煞之地，好重的阴煞之气。韩立望着前方的一片一望无际的黑绿色土地，喃喃说道。以他见多知广，前方浓重到几乎肉眼可见的阴煞之气，也让其暗暗吃惊不小。若是普通修炼者闯入此地，光是此煞气就足以让其发疯而亡。而这明煞之地，其实也正是附近区域鼎鼎大名的一处禁地。韩立打量了一番后，正想遁光一起的进入其中的时候，忽然神色微微一动，转手向另一方向凝望了过去。结果片刻功夫后，那边大地忽然传来轰隆隆的巨响，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紧凑，仿佛正有什么庞然大物正从陆地飞奔而来。韩立神色不变，只是待在原处，淡淡望着远处轰响传来。远处地平线上忽然泥土一阵翻滚，形成一条粗大土龙般的飞快蔓延开来，仿佛地下正有什么巨物正向韩立这边飞驰而来。韩立见此情形，神色微微一动，但尚未来及表现出何种举动，紧随土龙出现的阵阵黄色沙尘中，蓦然冲出一个数10丈高的银色巨人来。此巨人一头碧绿披发，狮口牛目，赤裸大半身躯，腰间围着一件青色皮裙，浑身肌肉突骨虬结，并仿佛银子打造般银光灿灿。只是一个大步迈出，就直接横跨数百丈距离，让附近地面都为之剧烈一颤。这巨人身躯竟似乎奇重无比。韩立一看清楚银色巨人模样，目中终于闪过一丝亚色。就在这时，那巨人已经几个大步的追上了土龙最前方处，一低吼后，2只手掌猛然往附近地面狠狠一拍而下，轰轰2声地动山摇的巨响。以巨人为中心，方圆数里内的地面全都一下的崩溃凹陷，最终形成了一个100丈之深的小型盆地。一声尖鸣，一头身形有些模糊的黄色巨兽突然从盆地中一冲而出，拼命往明煞之地方向逃遁而去。
但银色巨人却似乎对此早就有所预料，只是一声大笑，身躯一个晃动，就一个闪动的骤然到了巨兽上空，并抬起一只巨足，狠狠一踩而下。砰的一声，黄色巨兽和银色巨足方一接触，就身躯一颤的从高空急坠而下。在一声闷响后，巨兽小半身躯就被巨足硬生生一下踩入地面之中。这时，韩立才终于看清楚了那黄色巨兽真面目，赫然是一头体长60-70丈的土黄色巨龟，其身上硬鞘足有半丈深厚，并生有尺许长的黄色尖刺，一颗生有独角头颅则被银色巨足死死踏住，尽管拼命挣扎，却根本无法缩进硬草之中。银色巨人却已经二话不说的手臂再一轮，两只硕大拳头就化为一片银色拳影的狂砸而下。刹那间，一团团银光在黄色巨龟身上爆裂而开，一股股惊人震波更是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去。黄色巨龟纵然防御惊人，但几个呼吸间的功夫后，整个头颅就被拳影砸成了肉酱，龟壳更是在银光中寸寸碎裂而开。砰的一声，银色巨人一只大手终于直接动巨龟身躯而过，一缩之后，手中就蓦然多出一颗头颅般大小的黄色圆珠。巨人一见此珠，当即一声狂笑，手腕一抖后，将圆珠往口中一抛而去，竟一下吞进了腹中。银色巨人顿时体表一阵黄光闪动，但单手一掐诀后就恢复如常了。就在此刻，这巨人忽然一转手，朝韩立这边望了一眼，其眼珠银白刺目，竟仿佛瞳孔全无，